哇，爸爸快看，我们真的到印度了耶！可是这里就是经文说的那个舍卫国吗？没有看到城堡哦。没错，虽然现在只剩下红砖，但是在2000多年前，这里可是全印度最繁荣的城市哦。爸爸，那么这里一定就是经书里说的那个奇树给孤独园了耶！真的有好多好大的树哦。对呀，在2500多年前，这里可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大森林花园。当时佛陀和他的1250位弟子，就是坐在这里的树荫下，听佛陀讲述《金刚经》的般若智慧。子轩，这里就是当时焦萨罗国波斯匿王的祇陀太子拥有一座风景优美的花园。爸爸，为什么这里叫做奇树给孤独园呢？名字好长哦。因为这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给孤独长者须达多和一位祇陀太子一起送给佛陀，让佛陀可以在舍卫城弘法。后来结合了2位供养者的名称，所以就叫奇树给孤独园。爸爸，那么为什么须达多长者又叫做给孤独长者呢？须达多长者，他是一位乐善好施的、很有财富的人，常救助孤苦无依的老人与穷人，所以后来大家都叫他给孤独长者。哦，原来是这样，我懂了。须达多长者为了请佛陀到舍卫城弘法，到处去寻找适合建立精舍的清净场所。于是他想到了祇陀太子的花园是一处难得的人间净土，便去找祇陀太子，希望能买下这座花园。太子殿下，您这座园林环境清幽，树木繁茂，实在是难得的圣地。如果能把这里买下来盖一座精舍，您请佛陀和僧团安住弘法，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不知太子殿下您是否愿意割爱？长者，您可知道，这座园林是我最珍爱的地方，我从未想过要卖。太子殿下，如果佛陀能在这里教导大家，帮助大家能利益众生，只要您愿意割爱，不管要花多少钱，再大的代价我都愿意。好啊，除非你用黄金把这里整片土地通通铺满，我就卖给你。太子殿下，您说的是真的吗？可不能反悔哦。当然，我可是太子，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话算话。什么，长者，您竟然真的把家里的黄金通通运来了？这位佛陀到底是何方神圣啊，能令您如此敬仰？看来这位佛陀确实非同凡响。太子殿下，我听过佛陀说法，他的智慧和慈悲远胜世间一切珍宝，他是世间的觉者，是照亮黑暗的明灯。想不到您竟然真的愿意舍下如此巨大的财富，真令人敬佩。财富终有散尽的一天，但是佛陀的善法与智慧却可以世世代代帮助所有的人。长者，这片土地虽然卖给您了，但我也想尽一份心力。太子殿下，真的吗？没错，土地是您用黄金买的，归您供养。但是这座花园里所有的树木，通通算我的。让我们一起把这座精舍盖起来，您觉得怎么样？太子殿下此举功德无量，更种下了一片能利益无量众生的福田。长者，看来精舍很快就可以盖好了。太子殿下，大家为了能早日迎请佛陀，每天都充满动力，全力以赴呢。长者，您看，精舍终于盖好了。希望佛陀和僧团能长久住在这里，让更多的人能学习佛陀的慈悲与智慧。是啊，希望能让更多人听闻善法，这也是我们共同供养这座园林最大的心愿。从此以后，这座由须达多长者供养土地、祇陀太子供养树林的道场，便被世人称为祇树给孤独园。爸爸，我在《金刚经》的法会因由分第一也有读到哦。是啊，只宣《金刚经》的法会因由分第一，就是从这座祇树给孤独园开始的。你还记得前面那几句是怎么念的吗？记得呀，法会因由分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是啊，阿难尊者在佛陀弟子里面是以多闻第一的。他在祇园精舍亲身听闻了佛陀和1250位弟子聚在一起。那天刚好到了吃饭的时间，佛陀和弟子们整理好衣服，拿起吃饭用的钵，钵是类似一个大一点的碗，是出家人用来装化缘来的饭菜。然后佛陀和弟子们一起去舍卫城托钵化缘。托钵时平等慈悲，非常公平，不管是有钱人还是穷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佛陀和弟子们都不会挑剔，依序一家一家去化缘。
对呀，爸爸，我记得经文接下来是尔时世尊时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其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以，敷座而坐哦。是啊，化缘结束后，他们就回到由祇陀太子和须达多长者共同供养的祇园精舍，一起安静地吃这顿饭。爸爸，那么为什么佛陀和弟子们吃饱饭之后，还要收衣钵、洗脚，然后敷座而坐呢？因为啊，佛陀和弟子们亲自示范，实际做给我们看，什么叫做生活就是修行哦。这些每天都在做的平凡小事，其实是无上的智慧呢。比如说收衣钵就是吃饱了，把碗擦洗干净，收整齐，这代表做事情要有条有理，而且吃饱了就满足了，不贪心，不赖皮哦。再来洗足以，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光着脚丫子走路，会沾满沙子，把脚洗干净，就像扫除内心所有的烦恼尘垢，保持内心的清净。最后敷座而坐，整理好座位，安然入座，乖乖坐端正，这就是准备要让心安静下来。这就是佛陀日常的生活，最平凡也最真实。爸爸，原来是这样子的，我懂了耶。那爸爸，我今天晚上乖乖把饭吃光光，把碗洗好收好，是不是也算在发光，在修行呀？是啊，芷萱好棒哦。